灵跟着季节开运好路，好运快来坏运跑路，有时不有波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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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怪，都的笑容都比你的假。你的灵感太过派来给灵季节呀西呀地。What's good？ 全球乡亲安安 ，Welcome back to 所长开讲。所长你好啊，大家好。所长开讲是一档探讨开运哲学、宗教民俗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你们的 host 小蛙 Frank Wah。我是灵根吉吉的所长王伯钧，灵魂的灵，树根的根，带来双倍吉祥的吉吉。接下来的时间就由最有料的主持人小蛙和我一起陪伴大家，来一场水曜日的脑内微革命。OK， 所长 ，I got a big one for you。现在我一打开手机，满满的全都是那种塑胶感重到不行的 AI 生成文章跟图片。拜托，现在下至婴儿，上至老头都在用 ChatGPT， 大家都在假装自己是创作者。在这种 Everyone is a fake artist 的时代，我们到底要怎么证明自己还是个有灵魂的人类，而不是被演算法牵着鼻子走的廉价提示词产生机？其实很简单 ，Frank， 就是贯彻湿婆哲学，破坏。破坏 ？Excuse me？ 没错，当所有人都利用 AI 疯狂且焦虑的产出时，唯一能证明你灵魂重量的方法，不是跟着加码这场无意义的军备竞赛，而是贯彻湿婆哲学，无情的、彻底的把产出给破坏掉。所长，你是不是又在帮灵根吉吉置入性行销了？我知道灵根吉吉的能量是来自 Always Present Shiva 常在的湿婆神，但你不能为了解释 AI 硬生生的又把这位破坏神搬出来背书吧 ？It's a stretch, darling。Frank， 你说的没错，但今天就算撇开灵根吉吉不谈，我也会给出同样的答案，甚至我会说得更笃定 ：AI 时代本质上就是湿婆时代。这 claim 也太大了吧？你的论据在哪里？我知道这非常反直觉，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或者说人类过去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惯性，都在灌输我们一个观念：创造是神圣的，而破坏是罪恶的。当然呀，这是社会规训嘛。小时候玩积木，你好好的堆出一座根本看不出来是城堡的城堡，长辈就拍拍手说你好棒。但如果你把积木砰的一声推倒，他们立刻骂你是搞破坏的死小孩。好好的堆积木，暗示着创造需要漫长的劳动，而砰的一声推倒，暗示着破坏是廉价且随意的，对吧？你这么一说，好像是。但这套底层的道德逻辑到了 AI 时代彻底崩塌了。当你手握 Midjourney 只要3秒钟就能产出10张精美绝伦的插图时，我们已经不能再说慢工出细活或者快速就是破坏了。对耶。我记得我在研究人类艺术史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很深的感触。在过去几千年里，从无到有生出一件作品是充满血泪的。你要写一部小说，得一个字一个字刻在竹简上，或是趴在稿纸上苦思。在过去，物质和灵感都是极度匮乏的。真的是这样。正因为有这种阻力与稀缺性，我们自然而然地把产出给神圣化。我们崇拜创造，崇拜产出，我们崇拜创造之神梵天。我甚至还可以继续暴论，直接说，自从农业时代以来，人类就一直处于梵天时代。印度教育3家快到齐了。进入生成式 AI 的时代，创造神变成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暴走梵天，甚至还有一点走火入魔。本来的涓涓细流，现在化作汪洋大海。汪洋大海？拜托，根本是海啸！每天打开手机 ，AI 生成的图文无止境扑面而来，就算你24小时毫不间断的2倍速观看，也跟不上创造的速度，看不完，根本看不完。当生成的成本趋近于零，人类的创造力开始疯狂的无限增值，就像一头怪兽，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不吸收也不思考，只是不断的往外吐东西。我们可以正式宣告梵天时代终结了。所以你才断言现在是湿婆时代。在湿婆哲学中有一个关键概念，也是对抗这种无限生成的核心心法，那就是看穿玛雅。玛雅
玛雅是梵文里的幻象的意思。我们和真实世界之间总是隔着一层华丽却无比虚无的幻象，这层幻象罩着我们，让我们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哈，套用到现在，就是当你在 Midjourney 输入指令，它秒吐4张光影超浮夸，细节多到炸裂，但你定睛一看，心里只会浮现一个字 ：Ew， 这什么鬼，对吧？是的，就是那些快速生成、塑胶感极重的仿真变体，它们就是当代最巨大的玛雅。那是演算法编织出来的精美幻想，试图用视觉的极度饱足来麻痹我们创作者的直觉。说穿了，就是 trying too hard。他们看起来塞得很满，试图讨好所有人，但骨子里空洞的要命，完全没有灵魂暗点。Frank， 你这个切入点很精准，这让我想到神话里的一段故事。爱神伽摩为了干扰正在冥想的湿婆，朝他射出了欲望的箭，结果湿婆猛然睁开了额头上的第3只眼，然后直接雷射死光4后，把爱神烧成灰。对，瞬间化为灰。但在故事的底层逻辑，那把神火烧毁的并不是生命，而是虚妄、杂念，是所有不必要的干扰。Oh my god， 所长，所以在这个被 AI 塞满的 digital 时代，创作者的第3只眼其实就是品味跟洞察力，对吧？完全正确。当你面对几百个 AI 生成的看似绝美的素材时，你必须具备看穿这些塑胶幻象的能力，然后在键盘上果断地按下 Delete 键。那个 Delete 键就是湿婆的神火，按下去就是降神火的具体仪式，把那些企图喧宾夺主、干扰你核心叙事的杂讯无情地烧掉。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放下那种我是创造主的傲慢和执念。各位听好啦，该转职了，全都给我转职成 digital 园丁。一棵树要长得好，园丁就必须狠下心，把那些挡住阳光的废物枝叶全部剪干净。我们必须大胆的清空画布，跳起那支用来摧毁宇宙以迎来新生的坦达娃之舞 Shiva Tandava。没错，就是这样。不过所长，在过去，如果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他会把一叠厚厚的原稿撕毁或者揉成一团，狠狠丢进火炉里。你可以闻到纸张烧焦的味道，可以感受到撕裂的阻力。但是现在，删除跟创造一样毫不费力，全选删除结束。甚至如果你后悔的话，还可以到资源回收桶去恢复。既然创造都因为毫不费力失去神圣性，那破坏、删除应该也失去神圣性才对啊。恰恰不是，正是因为失去了物理重量，毁灭的本质发生了神圣变异。当删除变得毫不费力，它反而升华出了3层全新的定义。哦，哪3层？第一层叫做赋权。想象一下，你的云端硬碟里装了1万张你去尼泊尔旅行拍的照片，但人类大脑的认知资源是极度有限的。当你有1万张照片的时候，残酷的真相是等于1张都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太多了，你根本懒得看，最后就是把硬碟丢在角落长灰尘，彻底打入数位冷宫。这时候，如果你狠下心删除那9999张构图平庸、光线不佳的废片，其实你是在为那唯一完美的1张照片加冕。借由毁灭多数，你把稀缺的注意力重新赋予给了极少数。这个观点我可以。那第2层呢？第2层是一种反叛。数位世界的资本逻辑是渴望无限生成与永远保存的。演算法巴不得你留下所有的草稿，点击所有的连结，以此来扩充它的大数据资料库。 It's all about data, darling。 所以当老娘果断删掉那50种 AI 图给我的平庸剧情时，只留下我自己脑子里那个有点神经病的唯一走向时，你就是在斩断演算法渴望增生数据的机制。这是一场人类对抗系统预设值的小型革命。把清理数位痕迹当作一场充满朋克精神的革命，酷，我喜欢。第3层是压缩。每一次的删减其实都是将庞杂的资讯提炼成高密度的精神能量。这也呼应了湿婆在印度教里最原始、最神圣的能量形态 Lingam 灵根，就是灵根几级的原型 Lingam。 Lingam
通常被雕刻成一根非常朴素的石柱，它没有五官，没有繁复的雕花，根本不具备传统意义上那种精致华丽的神像外观。为什么这么素、这么无聊的东西会被当作最强大的能量载体？因为它处于一种未被限定的状态。当一块石头被雕刻成一个具体的笑脸或是一朵莲花的时候，它的可能性就被锁死了，它受限了。而 Lingam 剥除了所有多余的细节，反而保留了宇宙间最大的张力与潜能。我的天，这完全对应到 Michelangelo 的说法。他说 The sculpture is already complete within the marble block before I start my work. It is already there. I just have to chisel away the superfluous material. 真正的顶级创作从来都不是塞满满，而是做减法，把废物砍掉，直到那个最纯粹的核心露出来。这就是我们跟机器的差别，减法。是的，机器懂得生成，而人类懂得舍弃与留白。不过 Frank， 我们刚刚聊的比较偏向技术与实务，如果我们往下深挖，从心理学的底层逻辑来看，为什么砍掉重练符合人类的本能冲动呢？心理学家 Eric Fromm 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解答。哦，他怎么说？他提出人类有一种被称为超越的基本心理需求，我们需要对世界施加影响力，证明我们不是被动的存在着，就像小孩子会去堆积木，我们需要向宇宙证明我来过，而且我改变了某些东西。这是刷存在感呢。但是 Eric Fromm 指出了一个关键，人类的意志与能量是守恒的。当这股需要超越的能量因为外在环境的限制，或者说因为现在 AI 让创造变得太廉价而失去意义的时候，这股能量无法再透过创造来释放了，它必然会转向化为破坏与摧毁的力量。哇靠，所以你的意思是创造跟破坏是同一种欲望在作祟？创造跟破坏是一体两面的，所以我们常说要以荒谬对抗荒芜。当 AI 把世界塞满了廉价的产出，让一切变得荒芜且毫无意义时，我们那种看似荒谬的疯狂删除的举动，其实是在捍卫我们存在的价值。许多艺术大家早就看透了这一点，像英国作家 Graham Greene 说的 "Destruction after all is a form of creation"， 还有 Pablo Ruiz Picasso 那句经典的 "Every act of creation is first an act of destruction"。这代表，当你半夜对着 AI 给的50个烂草稿按下全部删除时，你其实根本不是在浪费时间。对，你是在进行一种极端状态下高密度的创造。破坏根本不是终结，它是创造力在另一种形式下的最猛烈的释放。把破坏当作创造的动能，我感觉这句话能治好一堆创作者的精神内耗。但是所长，我们能够把这套删除的逻辑套用到现实生活中吗？还是它仅限于创作的领域？当然，这套删除的逻辑不仅可以应用在现实领域，它还可以解决一些让人感到不安的当代现象。我举2个例子给你听。第一，叫做实体存在的贬值。实体存在的贬值，以前是眼见为凭，现在是演算法为凭。我懂，这个我真的要大抱怨一下。所长，你是不是想说，现在的人完全陷入一种我打卡故我在的虚无感？以前去爬山，流汗、腿酸，那是实实在在活着的感觉。现在呢，你去爬山没发 IG 限动，没留下数位足迹，就等于你没去过。没错，但这还只是第一步，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第2点。在数位时代，我们连死亡的权利都被没收了。死亡的权利被没收，这听起来超像什么反乌托邦的恐怖片情节。在过去，死亡干净利落，尘归尘，土归土。但在数位时代，死亡不再是终结了。Frank， 你想象一下，一个朋友过世了，但是他的脸书账号却继续存在着。演算法的动态回顾每年准时跳出来，像某种失控的网络招魂仪式，硬生生把死者的照片强制拉回我们生者的时间线里。没错，没有哀悼，没有腐朽，也没有记忆的风化。逝者
变成永生不灭的代码。不肯退场的数位幽灵，毁灭被系统禁止，这根本就是演算法降下的永生惩罚啊！面对这种集体焦虑，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自己的存在？要回答这个庞大的叩问，我想从一部极度震撼的纪录片入手。这部片叫做《伊贝林在魔兽世界登入人生》The Remarkable Life of Ibelin。哦，这部真的超催泪，我看的时候哭掉半包卫生纸。他在讲一个挪威男孩 Mats， 因为罕见疾病，大半辈子都会困在轮椅上，困在那具逐渐瘫痪的肉体里。是的，故事发生在 Mats 过世后，他的父母原本以为儿子度过了非常孤独、充满遗憾的一生，没有朋友，没有爱情，没有帮助过他人改变人生。直到他们登入了儿子的游戏账号，他们才发现，当 Mats 在玩魔兽世界的时候，他在游戏里竟然是个高大壮壮、四处帮助别人的工会英雄伊贝林。最感动的是，最后在现实的告别式上，小小的教堂里坐满了他在游戏里结交的工会战友，甚至有许多人是跨国坐飞机，特地来送他最后一程。哇，想到那个剧情，我又快哭了啦！哲学与更知科学界一直有一个理论，叫做延展心灵 The Extended Mind Thesis。他认为人类的心智并不局限在大脑的头骨里，就像盲人习惯使用手杖，久而久之，那根手杖就不再只是一个工具，它变成了盲人感知世界的神经延伸。我懂了，所以对于 Mats 来说，他在游戏里打下的每一句话，跑过的每一个轨迹，根本就不是什么附属的资料记录，那是他突破瘫痪后的长出来的数位神经。那个虚拟的角色，工会英雄伊贝林，才是他真正自由活过的本体。完全正确 ，Frank。所以，肉体的死亡对它的存在来说，仅仅只是硬体损坏。只要游戏伺服器还在，日志没有被删除，它的故事和灵魂就依然在流传。这真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永生，跟前面的数位招魂又不一样。但这也带出一个很可怕的想象，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死了，未来的 AGI 读取了你这辈子写过的所有企划、灵感笔记，在网络上发过的干话，然后完美模拟出一个数位的你，继续在网络上发文跟朋友聊天，你觉得那是你灵魂的永恒延伸，还是一场演算法搞出来的华丽玛雅？仔细想想啊，还是数位招魂呀。这的确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却极度震撼的哲学叩问。面对这么庞大的存在主义危机，我们把视角重新拉回现在，拉回正在听节目的乡亲的工作桌前。面对这波看似永无止境的 AI 创造海啸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自处？我觉得讨论到这边了，其实答案也呼之欲出了。在 AI 时代，我们的灵魂早就不是由创造了什么来定义的，而是由舍去了什么来决定。非常精准的注解，专注于修剪和压缩，把一切剥除到极致，让最纯粹的灵感形态浮现出来。这或许是我们对面这个时代的一种解答。不过，在我们结束这趟深谈之前，我想给大家留下一个最后的悬念。来了，所长的大哉问要来了。我们今天反复强调，在 AI 时代，破坏与删除才是创造的本质。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更现实也更残酷的焦虑？我们这代人是在梵天时代的逻辑下长大的，我们脑中的作业系统是工业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那套体系规训我们要一砖一瓦的去累积，去无中生有的创造。对，就是那套只要努力耕耘，铁锄就能磨成绣花针的传统价值观。但是面对那些一出生就活在湿婆时代的新孩子，一睁开眼就被生成式 AI 洪流包围的孩子，我们真的还有资格去教育他们吗？哇，这真的是一个灵魂拷问，这简直是拿着旧时代的破烂说明书，试图去教新版本的外星人玩游戏。我们连他们面对的世界长什么样都快看不懂嘞。是的，而且更深层的矛盾是，这群湿婆时代的新人类，总不可能只学会破坏跟舍弃，却完全不学创造吧？
如果生成一段文字、一首音乐，甚至一个世界，只要短短3秒钟，那在这样的时代里，他们到底该怎么去学习创造？当创造不再需要流汗，不再需要历经漫长的痛苦时，真正的创造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哇，今天谢谢所长的分享，又是收获满满的一个晚上。我的荣幸。同时感谢全球乡亲的收听，谢谢你们的按赞、留言、分享。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星海加纳 Akasha， 由他为我们带来宇宙能量气象周报。Peace out。阳光太强，墙角太响，暖气整个八公 ，Oh my God，barbecue 了。黑板上的倒数计时，心情有够复杂，趁现在说出内心深处的话。大家好，我是伊卡夏，为您播报2026年5月31号到6月6号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告别了5月，我们即将正式进入充满活力的6月喽。在这周的周末，也就是6月5号左右，我们会迎来一个代表着忙碌和丰收的节气，叫做芒种。同时，这周进入了2026年的第23周，灵数是5。芒种的忙碌加上灵数5带来的变动能量，这周的大环境氛围会让人觉得节奏突然变快了，好像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处理。不过别担心，这是一个充满动能，可以好好展现实力的机会哦。接下来为您揭晓本周的灵根吉吉开运色。本周抽到的是银属色，配合这周快速变动的节奏，宇宙为大家抽出了代表着直觉与冷静思考的银属色。这是一个属于机缘未明、需观察的沉潜运势。银属色的专属诗签说：银汉微波浮净月，流年一瞬梦生花，机缘欲动风初起，静看云开万里霞。伊卡夏要特别神谕提醒你，当外面世界越是忙碌、越是躁动的时候，你越要保持银属色般的冷静。这周请多听听自己内心的直觉，遇到事情先观察，不要急着做决定。就像诗签里说的，静看云开。只要你保持从容与耐心，当真正的时机浮现的时候，你就能够精准地抓住好运哦。银属色对应的开运48音色为神话毁灭 Mythic Doom。赶快去 YouTube 搜寻 SZ1P 开运48音色，找到编号46，专属于银属色的播放音乐吧。这是一整个小时的纯音乐，非常适合你在开车通勤、专心工作，或是放在店里当作背景音乐来播放。让神话毁灭那种深邃又带点神秘的音波，帮你好好净化这周的空间磁场。在你保持静观其变、耐心等待机缘的时候，帮你彻底沉淀思绪，精准地抓住属于你的好运哦。那么本周的师婆12伐相运势又是如何呢？请大家对号入座哦。首先，灵寿是白鹤的无声师婆，灵感大爆发的一周。周末别闷在家里，去参加好玩的派对或看看展览，轻松快乐的氛围会为你招来超棒的桃花哦。灵寿是狮子的大天师婆，社交应酬超级多，你的魅力在群体中完全藏不住。去参加网络社团或是大型聚会的，你会在里面遇到超级合拍的神队友。灵寿是大象的喜乐师婆，这周非常适合把时间留给最重要的人，不管是另一半还是工作上的好伙伴，主动邀约他们喝杯咖啡，能让你们的关系更上一层楼。灵寿是鲤鱼的福气师婆，这周你的理财雷达特别敏锐，
花点时间记个账，或是把手边的资源重新盘点一下，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富有哦。灵兽是孔雀的清景师婆，第六感超级强烈。这周如果觉得哪里怪怪的，相信你的直觉准没错，很适合处理保单、贷款等深层财务，把隐患一次扫除。灵兽是角鸮的三木师婆，你的眼光放得很远，对外国文化或是高等知识充满兴趣，去逛逛外文书店或是看部异国电影，会为你带来不可思议的引发。灵兽是野狼的暴风师婆，你的表达能力一级棒，这周非常适合发表演说、提案，或是把积压在心底的话勇敢说出来。文字与语言就是你这周的最强武器。灵兽是黑犬的恐怖师婆，这周生活节奏有点快，小心别累坏了。帮自己买点好吃的保健食品，或是把办公桌重新整理一遍，清爽的环境能大大提升你的效率。灵兽是流牛的兽主师婆，职场上的升迁机会正在向你招手哦，请拿出你最专业的态度，大方展现你的实力，你的光芒绝对会被最重要的高层看见。灵兽是山羊的山主师婆，电池好像快没电了，这周请容许自己偷偷耍个废吧，推掉不必要的饭局，点个香氛蜡烛，在家安静地看本书，是最好的充电方式。灵兽是乌鸦的始祖师婆，本命月的强大能量让你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不要犹豫，把那些筹备已久的新计划大胆启动吧，全宇宙都在背后为你撑腰哦。最后，灵兽是龙王的银河师婆，这周最疗愈的地方就是你温暖的家，买束漂亮的花插在客厅，或是亲自下厨煮顿好料，居家的幸福感会帮你赶走所有的烦恼。以上就是本周宇宙能量气象周报的全部内容，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周，我是伊卡莎，我们下周见。我们的传奇，灵感 power。